这家店5年前我真的在这排了3个小时的队，感觉自己的吃辣程度又上了一层楼。四川人的血脉又觉醒了。他的菜才上得快，我们点了不到2分钟就上了。冒椒火辣的小菜一直很有特点，它这个小菜的秘方我一直很想偷学，有一股非常浓烈的香味，它很像干拌冒菜，又很像甜不辣。这个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兔儿腰，这个兔儿腰是我最喜欢的，皮脆肉嫩，里面的爆浆很像猪脑那种高胆固醇的东西，不愧是爆浆兔儿腰。它就像是内脏爆珠，就是外面裹上辣椒特别够味儿，一个人点1份都可以。这个是丝丝黄喉，它切成面条状以后会更加的挂味儿，也可以当素面，而且口感立马升了好几个档，又脆又好嚼。就我觉得黄喉一定要配这种油爆爆的才香，你随便一筷子它都很带料。我们吃多了红油香辣的老花儿，还可以来一次这种藤椒的，它那个酸辣味其实有点像金汤肥牛，野山椒的味道甚至还给老花儿提鲜了。我很想是来吃藤椒蹄花儿，莴笋条和金针菇在最下面也是最入味的，夏天吃这种鲜辣的东西会更开胃。今天我们的重头戏兔头，我一直觉得四川人爱吃兔头就跟东北人爱吃烧鸟一样，在日本日思念想的东西。它这个头应该是提前卤了很久，就感觉你都没怎么用力就把它掰开了。它这个的调味和刚才那些小碗菜完全不一样，它有点像甜水面的味道，甜甜的，是一种很温和的辣度。它上面的肉其实还挺多的，大部分都是贴骨肉，我最爱的就是眼睛和兔脑。兔头最精华的地方，除了它的脸，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舌头。兔舌和鸭舌其实吃起来有一点像，就是它里面带了一点小脆骨，甚至有点像在嚼带骨的菌边儿。天堂连着它脑子的那口肉是最嫩的。它这个五香的也很好吃，怕辣的可以吃这个，你吃辣了就来一口绵绵冰。然后就是他家的串儿，我们过来拿菜都要排队。它这个辣度其实比刚才的所有的都要高，但是我感觉它锅底和菜品的适配度真的很高，特别是内脏，我觉得他们家的内脏是最好吃的，多拿一点鸡胗和鸭胗，真的很美味。并且我360度回转，严重推荐这个冒茄子，喜欢吃肥肠或者各种肠的人多拿几串这个，它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入味？冒茄子就是不管在冒菜还是串里面都非常的美味，就因为它很吸水，并且它还是锁汁，它那个汤底进去了之后就出不来了，都腌入味了，就是非常厚实的口感，还是全部加在碗里吃最过瘾。然后我还很喜欢吃豆制品，蘸干碟的话那个辣味会很浓郁，豆制品蘸干碟真的很香。就是成都的串店真的很多，但他家的味道真的很特别，因为他家并不是爆辣，而是真的把香辣做到了极致且友好。垃圾推荐指数8分，嘎样。哇，真的不要再去吃什么米其林餐厅了。之前我就在想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居酒屋呀？今天我算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。这种店真的就是又好吃又便宜，还可以玩到很晚，就是不管凌晨几点，他家都很热闹。现在是日本时间晚上12点19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点日本电车有多少人。那个大家是才下班吗？关键是这家店还这么多人，很温馨啊，有没有？就这个点了，还有人给你做饭，虽然是要收费的那种。然后他家的招牌菜是五花肉卷，各种东西。上来下面给你发一个番茄牛肉汤，然后直接上了一整盘薄切的牛舌，上面那个酱是芥末洋葱果酱，应该是低温烹饪的牛舌，里边其实半生的，所以特别的嫩。吃完凉菜就开始上烤串了，先来一盘鸡肉串开个胃，是盐烤黑胡椒的那种口味，鸡胸肉串着小洋葱，非常的没有罪恶感。肉卷菜也上来了，先看第一个，它是培根卷芝士青菜，它里面加的是味道比较淡的白芝士，因为培根本来就有味道了，而且里面蔬菜的汁水锁的刚刚好，就是几个味道搭配的非常合适。接下来是五花肉卷小葱，然后卷芦笋，卷紫苏叶，就它们虽然都是五花肉，但是里面菜的味道其实会被烤出来，所以口感和味道差别还是很大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卷芦笋巨好吃，而且它一点都不腻，第一次觉得素菜这么好吃。但这种人气店铺都有个缺点，就是上菜特别慢。正好我的2000游戏福利也到账了，现在只要点击左下角链接就可以进入红包专服，登录就会收188，配合我的专属礼包码加速，边吃边挂机最多可以领5000块呢，这顿饭钱不就出来了吗？然后终于上了我们的第2盘肉卷菜，先来看一下这个特别优秀的金针菇，这个也在往外面滋油，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五花肉和金针菇特别配的？然后这个小番茄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串，上面涂的是一层微微甜的柚子酱，而且小番茄刚好已经被烤破，炭火的气息加上香甜的酱汁，这个串味道特别丰富。接下来还是一个极品，这是木须肉吧，它是用木耳卷了一块厚蛋烧，然后再在外面裹了一层五花肉，这也算一种外脆里嫩吧。然后是鸡肉团子，这次我们选的是盐烤，那个烤焦的部分特别香，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。然后等来了之前预约的紫羊排，这个我觉得我都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看到这个姿态我就满意了，羊肉味儿特别重，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应该懂我意思吧？这羊味儿太顶，全熟成太浪费了，真的就是要带点血才好吃。好，我们继续五花肉卷生菜，让我想吟诗一首，奈何人间万事难，最美不过五花肉。没压上。然后旁边的这个是培根卷扇贝肉，又是没见过的组合。就今天虽然吃了很多肉，但其实完全不腻，可能因为我也一直在吃菜吧。下班之后来吃一次太爽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呀，非常好吃。我可以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吗？怎么才能把肉烤成这个样子呀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没有不好吃的料理，只有不会做的师傅。想不到吧？就连这种日本人经常吃的烧鸟串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虽然我没怎么吃明白，但我极受震撼。这家店其实并不是日本烧鸟界的天花板，但我看了一下排名，其实也很接近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一个我妈开赛的 cos 那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又追加了很多单品。
小菜是一大盘蔬菜，惊了，跳过可以吗？生的茄子。前菜的第一道还比较惊喜，烟熏鸡腿肉和鸡胸肉，只有上下两层一点点是熟的，中间纯生，蘸一丢盐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是一道很迷的前菜，生鸡蛋拌萝卜啊，一点不夸张，还真的就是生萝卜。还好萝卜是甜的，然后是一份3拼小菜，从右到左，第一个是鸡心，外面裹的一层是2种芝麻，甜口的鸡心还是第一次吃。旁边的这个是肝，这个口感巨好，因为它里面是生的，在嘴巴里一下就化开了。然后就到我们的第一个烤串了，上来第一个就是最油腻的崩鸡粒，就是鸡屁股，真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全是油。吃完这种烤串喝一杯可乐肯定很爽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了，所以我最近都在喝元气森林的气泡水，零糖零脂零卡，特别是这个葡萄味的，吃了油腻辛辣的东西过后，喝一口感觉又活过来了，不愧是瘦宅快的水。说回刚才的烤串，下一串是鸡脖子，师傅跟我们讲这个串的皮和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有明显的层次感，那个皮吃起来跟牛肚一样有韧劲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提灯，提灯可以说是烧鸟界里面非常高级的一个串，就是把鸡的那个和还没有成熟的蛋串在一块儿，然后你一定要一口吃，那个口感特别神奇。开始的时候先是蛋液的味道，然后是后面那个部位独有的香甜，还很有嚼劲，不要怕，这个要点。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配了一个成熟的蛋黄，要用尖端把蛋黄戳破，然后裹满那个蛋液吃才香。这个串非常的日本，蛋液的鲜味完美的衬托出了鸡肉和酱汁的香甜，非常绝。我们还是来点素菜缓一下吧。芝士烤番茄，烤出来的番茄真的有一股独特的炭火香气，然后就是特别的软，你用筷子一夹它都在爆汁儿。然后是烤的玉米笋，不过里面并没有被烤到，其实就是脆一点的水果玉米的味道。接着继续干硬菜，柠檬鸡翅，其实挤不挤柠檬都行，来一丢丢不会那么腻。感觉这个鸡翅怎么这么大，深色的那一面已经跟薯片一样脆了。咬开之后里面直接爆油。接下来是茶碗蒸蛋，它在上面浇了一层鸡汤，里面还放了一坨烤鸡，那白果香菇肯定也是有的。又到了我最爱的内脏鸡心，这个要的是盐烤，因为鸡心本身味道就很好了，只需要一点盐衬托出来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鸡腿肉卷大葱，肉用的是鸡腿靠近鸡爪的那个部分，韧劲很足。然后是一串纯鸡腿肉，你们看到那个鸡皮了没？它那个皮下面还带了一层脂肪，光是放盘上就在冒油。然后他家的鸡皮特别有讲究，他们是把鸡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这样每一小片的边缘都能被烤到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亲子冬，感觉今天吃了好多蛋黄啊，不过味道是好的。最后的甜品是焦糖鸡蛋布丁，怎么又是鸡蛋？这个甜品巨扎实，吃完这个你还没饱，我只能称你为勇士了。感觉今天虽然吃了很爽，但也很油，所以出店之后来一瓶元气森林气泡水的山楂味，非常的合适。它就像带气的山楂汁儿，喝起来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，非常的夏天，感觉把我烤串的罪恶感都抵消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，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的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。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，像我前段时间的脸一样。不过还好今天姐妹给我推荐了新的急救面膜，就是施翠娜的积雪草系列，这个是日本专门为敏感肌设计的一个系列，里面添加了3种复合积雪草，可以修复受损肌，镇静肌肤。主要是它这个纳米型的生物薄膜我特别爱，它能够锁住很多精华，而且我刚才发现这个品牌在国内好像也很火，特别的服帖，这个就像是果冻敷在脸上一样。其实他们家卸妆膏也不错，你看一下就能卸掉，你看。卸妆膏里面也是添加了很多积雪草成分，对敏感肌很友好。好的，说回下一道菜，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，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，表面又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，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就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它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
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